缓急干爹，入围的有 Forest 影生活杂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杂志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森林边缘，我是语音，我是大安。今天我们要来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其实上次已经做过了啦，类似的。是的，这种是没错。被破梗了，可恶。特别的好啊。但我觉得这座植物园蛮特别的。你是说京都那一座吗？对，没错。因为我已经捡到快没有印象了，太久以前了。再不工作啊？不是，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我捡不了，好吗？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对了。啊，所以之后不会看到京都植物园，就是这一部了。对，但老实讲，你知道京都植物园里面啊，收了上万种的植物，你知道让我一整个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对，然后我苦思了很久，这个脚本到底要怎么写？是，然后所以我最后决定从 Lightning Show 开始讲起。灯光秀？对啊。你知道日本这几年超流行这个东西的？你说那个打在古迹、打在城堡上面，乒乒乓乓的那一种？对。然后这一次的地点在京都植物园的温室，有办法想象吗？我对温室的印象就是有点像砍一半的筒子，半圆形白色的大，是那样吗？通常温室是长这样没错啦，是吧？对，然后有一些是球形的温室嘛，比较偏向是那种中高纬度国家会有的，是对。然后呢，它的 Lightning Show 不是打在温室外面，是打在植物园里面，所以是就等于说你可以由内往外看，对，沿着那个温室的路线是，然后你白天看可能都是植物嘛，像后面周围这样，但晚上它会全部暗下来，但是它会把灯打在这些植物的上面。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尤其是你知道他们还特地为了这东西去打水雾，然后打水雾完之后，你会有一条光线穿过那个水雾，那个光线就很漂亮，而且它不是单纯的白光，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光线，好像可以理解。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梦幻的场景，就是跟植物混在一起的无人机秀的感觉，因为水雾会成像嘛，对吧？所以你如果打一些什么颜色啊、图案上去呢，就像是有图案在你旁边飞。要这样说是也可以啦。那对，以想象来说可能蛮接近，有点难想象其实。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几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点，除了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光线的部分，它还有部分会去配合。就是一些音乐的表现，然后我觉得最经典的一幕是那个仙人掌区，因为你知道仙人掌那种沙漠地区就是很一根一根的，然后你知道我们平常就是有一些音乐的表现，不是会有那个音波图也是柱状的吗？也是一根一根的感觉，它把它打在上面哦。对，它把类似的动画打在那个仙人掌上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仙人掌这个蛮不错的，这个其实蛮不错的，这个我觉得很酷。对，这个蛮棒的。对，这个东西我蛮推的，大家可以去看。有机音乐示波器，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大家前面就是走起来都觉得还好，但就一堆人一直卡在仙人掌那区都不想走，然后每个人人手一台手机，硬要把那首歌全部录起来。蛮不错的。对啊，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我们平常的那个。音波图都是从下往上，然后因为整个温室它是半球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那些光线是从地板往上，然后上到天花板之后再下来，所以那是一个反射，不算反射，是它把整个温室都做成了它的一个沉浸式场景。它是故意打2条光，让它看起来像是反射，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一条光由下往上。然后上到了天花板之后，可能绕到另外一圈再下来的感觉。对，好，那我大概懂了。对，有点像那种戴 VR 眼镜，你会看到它真的是到处乱跑。我觉得那个画面蛮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个环绕的空间，然后它就利用这个环绕的空间在你旁边做表演。对，而且我觉得就连一些音效的设计上，其实都有一些很巧妙的小巧思，或者是感受性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蛮特别。对，但是毕竟它是植物园，对，
所以就又更不一样了。你平常不会想到会在植物园里面看到这些东西。是在讲没错，这感觉有点像把植物园往那个什么游乐园或是水族馆那个方向发展。确实可以这样说，对吧？就像那个，是不是大部分的水族馆就是动物区加游乐区，不都是这样吗？可以去走水族馆、动物园都是这样啊。确实啊，因为人就是需要娱乐嘛。对，所以他是有想把植物园也走上这个方向去。我觉得是因为比起平常的植物园，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就很无趣，就是老人才会去散步的地方。对，大部分人也都看不懂，所以很难去感受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比较轻松去接近植物园的一个方式。对，这个我蛮推的。然后另外一个场景我也蛮喜欢的是那个，它有一区比较佛那种喜马拉雅山或者那种非常高纬度的那种高原的植物区。对，高山草原。你可以这样理解没关系。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高山植物。然后所以那一间特别的冷。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道日本有枯山水对不对？对，他把那个枯山水的光线，就是日式庭园，直接打在那个它整个高山植物区的那个造景上面，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哇靠！所以它是用那些高山植物当成枯山水的那些沙啊、石头啊那些，对。因为高山的环境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历史啊，还是什么，对，就是比较有点像比较没有那么茂密的感觉。对。所以他把这两个景象去做结合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瞬间，哇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这样。对，这个蛮惊奇的，因为如果我自己想的话，你说高山草原你能做什么变化？就我想到的是，你可以都是草原嘛，那你就怎么盆栽里面，但是它又不可能这样你在室温种的火。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蛮不错的延伸，因为毕竟枯山水就是日式庭园，也是他们一个蛮代表性的文化表现。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日本人真的是夜生活真的很丰富嘛？这个，或者是因为太无聊，所以只好开始搞这种东西。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各领域的。你不是说疯子，算各领域想要发扬光大的人都很多。对，然后都会有一群人一直在推那件事情。对，因为像那个我认识的朋友，他们甚至会有说，日本某一个插画家，可能专门画什么植物的科学手绘的，他们会喜欢到去买他的画册，然后或是买他的画来挂在家里的那一种。哇哦，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其中一个你讲的那个，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文化，对，就每个领域他们会有一群人说我喜欢这个东西，对，然后就一直去推它，一直推它，推到最后他们会变成一个可以经营的商业市场。对，确实，我觉得这一块真的很厉害。就那时候台湾有哪个人可以专门画科学手绘，画到办画展、出画册，然后还可以。应该加减还是有，对，但是它就不会是大众，对，它就不会一个很大众，对，但是它如果在日本的话，就是可能某个地区的地区性美术馆，他们会去定期轮展这些人然后那个是售票的，不是那种社区活动中心免费让你进去逛散步，他们是售票的哦。我觉得台湾比较容易看到这种东西，也只会在科博馆出现，科博馆或是一些就是比较领头羊地位的美术。除此之外，我觉得整个京都植物园的温室还有一个让我很讶异的地方。你知道有一些植物啊，它只会在半夜开花吗？对，那怎么办？对，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他们会让它，没有，他们会让它，在白天的时候是半夜世界颠倒。对，我觉得这个很狂。对，这个。对，很少会在台湾看到说，有人为了要展出这种，夜晚开花的植物，像什么昙花或者是一些那种，对，然后特地把这群植物让它日夜颠倒，让晚上会开灯，然后白天就是让它是暗的，然后你可以就是进去，因为你平常逛展都是白天嘛，对，所以你其他区进来的时候，怎么突然要过一个黑幕？哇，我进去，我靠！超猛强迫调时差。对啊，
因为它里面还是导览还是会有灯的嘛。会，它会打很微弱的灯，让你可以看得到说，哦，这个花大概长什么样子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展示板是看得到的。对，然后还看得到路这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反正月光有时候晚上也是那么亮，跟路灯一样。所以我觉得至少打到那个亮度，对植物来讲影响还算还。大概是灯泡快坏掉的路灯的感觉。对啊，可是看得到你的手，但是看不到指纹了。因为其实对植物来讲，那个叫什么？长日照跟短日照这东西，它主要是靠夜晚在调节。啊，对，所以它就是在半夜打灯去截断那个时间。这个是国中生物，对，国中生物，对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应用在这上面，所以我觉得还算可以理解。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那座植物园里面还有几个蛮经典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猴面包树？我知道，就是那个马达加斯加。对。我这次去那边有看到猴面包树在开花，超酷。它的花长什么样子啊？完全没有画面。没关系，请看 VCR。又来，这根是它的花柱，那花柱居然歪一边，好酷哦。然后下面这个像裙摆的是它的这个是它的雄蕊，然后这是它的果。我只能说，这就是那个画面要亮出来，你会发现哦，垂了很多。你要说小水母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时候应该脸上会是那个水母的画面。对啊，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哦，还蛮酷的。我只能这样讲，对啊，因为你从来就是你会听到大家很常说到红面包树这个东西，对，但是它的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的想象会觉得可能会不会像什么棋盘脚？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但它又不会一次非常炸一串下来，然后挂在那。它是一颗一颗的，我觉得比较像一颗一颗。哦，然后在同一区，你有听过二叶树吗？二叶松？不，二叶树，我记得就叫二叶树。哪一个二？二叶树。没有，就两片叶子的树。没有，它真的一辈子就只长2片叶子，那东西超酷。听说它的根可以长到3到10米不是问题，然后一辈子就这样只长2片叶子，然后这看起来是它的花，比想象中还要小。它是干嘛用的？它原本长哪里？它为什么要长？我记得它长在沙漠地区吧。我想的像多肉，很原始的植物。对。然后它就一生只长那2片叶子，然后还雌雄异株，所以你要看到它开花，根本就是世界奇迹。它怎么活得下来啊？真的就很奇妙。它怎么活得下来啊？对，而且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通常要看这东西，你只能去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那种植物园，例如京都植物园。对。京都植物园，我觉得是少数有收藏这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就你讲一下，我会想去。它的怪东西很多，真的很多。就是你如果是喜欢看怪东西的，我觉得它可以。对，上万种植物，我真的觉得不是讲假。对啊，就可能那个概念有点难理解它的数量。然后你知道我当初刚开始走进这个植物园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滨尾植物区那边愣了很久，然后我想说。这东西，这个科我好像认识，结果最后猜出来，你知道是谁吗？台湾油杉。这颗是台湾油杉。好啦，这是一个在台湾很稀有的针叶树植物。对，然后它球果会往上长，一般都是往下垂，像松树。这个是森林系的时候，那个树木学一定会讲到的，一定会讲到的。对，这东西很特别。对，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一踏进去就想说。我靠，这棵也长得太好了吧！台湾油杉，好。在台湾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么粗，然后长得这么好，这么粗，超粗。我以为是那种小苗，然后没有，不是这种哦，是这么种。是你在山里面会看到的那个树。在山里你还不一定看得到。
然后在日本的什么时候过去的啊？我猜可能是应该去很久了。对，感觉是蛮久以前就过去的。我猜是日治时期就引进过去。对，应该是那时候收藏进去的。对吧？我觉得推去看一下台湾的稀有树木长什么样子，真的去日本看，真的难以想象。嘿，这写台湾山欸，不是吧？这个摸起来没有那么刺啊。哦，这个会刺，那刚刚那颗不会啊。这样哪会奇怪哦？哎，你在想说谁奇怪？你才奇怪，你全家都奇怪。瓦勒麦派听起来像澳洲的那个瓦勒麦山哦。以前科博馆曾经有种过，然后后来挂掉了。在挂掉之前，它还被关进鸟笼里面，然后最后死在里面。再来的话，我觉得其他东西你植物看不懂没关系。最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一定要去看。看花？不，这东西你觉得想不到我要介绍什么？看企鹅。跟刚刚那个枯山水有点接近。虽然企鹅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给这个答案。不然怎么看石头？快接近了。你有听过水芹窟吗？没有。其实，在日本的日式庭园里面，有一种造景叫做水芹窟，然后它是运用流水流到一个有点像瓮的东西，然后水滴通常不是都会有一些共鸣吗？或声音？对，玩那个波纹哦。它有点像是有点像 ASMR 的概念吗？它是那种水滴的 ASMR， 所以听到那个咚的声音。对。然后那个声音会很漂亮，在京都植物园里面，它专门做了一区做这个东西，所以那一区的声音就是咚。但我必须说，在现代城市里面根本听不到，太吵了，很难欣赏。旁边只要有个大妈经过，那个啥，我跟你说啊，就听不到，然后就没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虽然有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能够好好的欣赏，真的蛮不容易的。就挑平日，可能要平日，然后平日中午外面的车道声音还不要那么多的时候。对，这个是真的很文人雅致的东西，其实。对，但我觉得很特别。对啊，对，而且这东西其实一般人没有特别去介绍的时候，其实你不会知道。不会知道，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说水芹窟然后呢？它的字怎么写啊？水，然后就是水，芹就是那个钢琴的琴。对，然后水芹窟，窟就是骷髅的窟。对，窟窿的窟这样。是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去日本京都植物园必看的东西，大概就是像刚刚讲的，来宁秀。对，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最好入手的。这个也是跟植物最没有关系的。要这样说也可以。对，然后再来的话，再进阶一点，就是去看它整个温室的收藏。因为温室的收藏，我觉得对于温带国家来说，算是蛮必看的重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通常都是他们国家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很用心的去收藏跟照顾。就像会在里面看到香蕉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这些东西有时候你会觉得似曾相识。对，这些就是台湾会有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其实亚热带跟热带国家不适合做温室，因为太热了。大部分的植物没办法在里面活。对，所以你可以在温带国家的热带植物温室里面看到很多样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看的。对啊，这个是好处。你要在台湾种温带的植物，你要在平地种，还真不见得种得起来。对啊。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在里面做一些小隔间，那就可以用冷气吹很强，然后种一些很寒带的东西或高山的植物。对，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看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刚刚讲的红面包树跟二叶树。对，这就是怪小植物了。
对，但我觉得这是世界级稀有，就算世界稀有什么植物都不懂，都要去看一下。对，就是看这是跟别人电说，你刚怎样？我看过那个什么猴面包树的花，别人会跟你说什么东西的花？猴面包树的花3道猴子啊。对啊，不是什么二叶树，这个你不懂了吧？我跟你讲，就是刚刚你跟我讲的状态，没错，真的值得看一下。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夜晚开花的植物啊，就你刚刚讲的那个黑妈妈的房间，对，因为有时候其实也不大大概就一个4到8坪的空间哦，蛮小的，是不大，对。可是这些植物你光是要看到它开花就很不容易，对啦，除非你半夜不睡觉。对啊，而且原产地，你知道有一些植物它只开半个小时的花，你要遇到根本就是世界奇迹。这种植物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一直很纳闷。活下来跟开不开花让你看到是另外一回事。就是2点了，这个时候差不多某一种蛾要出来了。对，亮点打开，嘿，下班时间有没有来个冰棒？然后拿了之后，好，可以关门。对啊，这是什么？台南牛肉汤。这是某些台南的老店哦，今天会有游客开门，然后卖完只卖2个半小时后关店。没错，深夜限定。对，然后还可以去看一下台湾友山啊，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去人家的国家看我们国家的喜欢，因为很早就被带过去，在那里被养得很好，就看别人把我的小孩养得肥肥胖胖的，大概这种感觉。对吧？因为你在台湾的植物园还不一定看得到台湾友山长这么好。其实我没看过，是吧？其实我没有看过。对啊，在台湾要去哪里看？对啊，我知道那个石碇有一个休息区，那个国道5号石碇那边有一个休息区，外面种了一排，然后惠孙林场也有种。对，惠孙有种，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常见的我就没什么印象了。对，所以真的不好找，真的不好找。京都植物园。好，那我觉得这一集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有空的人、有闲的人，想要找怪植物的人，可以去京都植物园走走看看。推荐，他们其实收了上万种植物，对，真的有兴趣在那边可以逛一整天，我觉得不是问题。然后最后的最后，这个推一下，我们的杂志要准备出来了哦，各位敬请期待啊！如果那个时间出来了，我们募资链接就会贴在下面了。对，然后如果还没的话，那就是他在拖。对不起，我错了，就是他在拖。好，我们下次见。这一集就这样，拜。